小圆儿和小吴啊，刚才我看短片当中大概知道了你们现在的矛盾点，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你来说说看。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感情也已经很到位了，就觉得顺理成章的结婚的这种事嘛。可是到了这种关头的时候，他不干了，怎么回事？他不想跟我领证了。我觉得他变了，现在特别的斤斤计较，而且特别不理解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我得考虑一下。比如说那个彩礼的事情嘛，他们家就说非要让我们送8万块钱的彩礼。主持人你自己说嘛，现在谁结婚不要彩礼，对不对？要不要彩礼呢？根据两边家庭协商来讨论。对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这种结婚的事就是两家人的事嘛，你不能说按照你们那边习俗，你们不给彩礼，可是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我们是要给彩礼的呀。你们是两个不同的城市吗？我是成都人。小吴呢？我就是重庆的。这个川渝一家人吗？不是。我以为一个哈尔滨，一个海南，这没那么大吧？这个成都、重庆这个文化差别不是那么明显吧？可是有的那个小地方，然后它也那个习俗也不一样啊。OK， 好 OK， 他反正总之是不一样的认知。对啊。然后我觉得我还够替他着想了，因为之前我朋友他们结婚，还有我亲戚他们结婚，怎么也要10万左右嘛。然后我就想，他现在事业也不是很稳定，积蓄也没有多少。我就说要8万就好了呀，打个8折，他都不同意。而且之前我父母已经跟我说好了，说这个钱以后我们肯定自己也不会留着呀，也是给你们自己用啊。他就觉得我占他们家便宜，就觉得他父母不会同意。其实不是说我觉得你占我们家便宜，其实我觉得这8万块钱是小事儿，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家人帮我们买了婚房嘛，首付了钱，然后又花装修的钱，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然后我觉得再给家人说那个事情，我怕会有些想法。婚房家里投了多少钱？首付款嘛，38万。还包括装修吗？装修是另外的。装修花了多少钱？39万吧。也就是说，购置新房前后要将近70万喽。对。这是你一个人的承担，还是尤其是父母亲的支援更多一点？爸爸妈妈他们更多一些哈。对。你怎么看？他说这个婚房问题，120的房子嘛，然后他首付38万。然后贷款贷了84万左右，然后贷了30年，然后每个月要还4000多块，你觉得这个贷款以后我跟他结了婚，我不会还吗？这肯定是我也会帮他两个人一块还，对呀。然后但是这个房子房产证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跟他说了，那行吧，我也不占你们家便宜，现在你可以不写我的名字，那我们结婚以后，我从还房贷开始，我能加上我的名字吗？然后他也不同意。为什么？没有说不同意啊，我说可以。他跟我说的是，他说哎呀，我以后有那个能力，不用你还贷款，所以就感觉这个房子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他自己付首付，他自己还房贷。你想，如果从我一个女生的角度上想，你觉得我这样会有安全感吗？是不踏实，那就别结嘛。可是我们在一起很久了，而且多久？他是我的初恋。那又怎么样呢？可是初恋你觉得他不靠谱啊？他平时对我挺好的。那就这样吧，那就结呗。现在不是我不想结，是他不想领证啊。初恋啊，麻烦姑娘方便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吗？25。你呢，小吴？27。你27啊才？以前谈过恋爱没有？谈过的。几次？反正他跟我说的是2次，但是现在都流行说2次，说3次显得太滥情，说1次自己都不信，2次整整好。好，不管你以前有过几次恋爱啊，你们2个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10年，当时我高考完。哟，还是有些年头了。对，我跟他在一起很久了，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10年认识，那时候你刚刚高中毕业。那小吴你在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读书。哟，一个那么远，网上认识的哈。那什么时候成为男女朋友的呢？也就在网上确认的吧。还网上就确认了？对。我们是7月多的时候认识的，然后8月底9月快开学的时候，然后在一起的。从此开始过上了美好的生活。那个时候挺美好的。美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有时候吧，比如说我跟谁生了气，然后他就专门从重庆赶过来，
然后我觉得挺感动的呀。他从那么远跑过来，就因为我生气了。然后平时我不是有时候他过来住嘛，然后半夜3更的，我就觉得我说我饿了，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外面挺远的那种超市啊，给我买一些什么吃的。然后当时我觉得真的挺感动，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对我也很好。但是怎么走到一个谈婚论嫁的地步，进入现实状态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突然一下子井喷了？因为以前在异地恋都是那种距离产生美啊，就觉得平时打电话什么的看不到你的表情。主要是我觉得还有那个他觉得宴席的事情，他说想着去他们家那块儿去办个宴席吧。当时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可以的，我说可能要推迟一下，我就要商量这个事情，他就不乐意，就这样的，觉得我做的不好。你说谁家结婚连个酒席都不办，你让我爸妈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头做人啊？你想怎样办酒席？就是在我们老家，然后就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酒店那种嘛。然后我就觉得应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他们家既然连房子都肯买，然后他就不同意。我没有说不办，就说推迟一下。我跟他们奶奶也同意了，他们奶奶挺好的人，这样的。那你就说我太计较了，是不是？对啊。我根本不是计较的问题，如果我计较的话，那个彩礼钱我就不会留着说我们俩一起用，我就直接留给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呀。那个彩礼的钱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你说那个事儿，家人把钱拿给你，然后再给我们没必要把爸爸妈妈的钱转化为我们自己的钱，对不对？有这个必要吗？没必要是吧？那既然这也没必要，那也没必要，我们干嘛要结婚？而且我觉得你们家根本不重视我。有凭有据啊。对。说事有凭有据。那个13年的时候，我妈摔了一跤，然后就是那个骨头骨折了，就要做手术，就还差几万块。当时我第一个人想的就是她，我觉得她家境比较好一点，而且工作那么久，我就向她借呗。我当时还说的是借，不是说什么啊你给我钱什么什么我有急用，然后她都不肯，她说她没钱。那我就说，那你现在没钱，你找你父母救一下急。我妈挺严重的当时，然后她也不肯。我其实很想帮这个忙哈，但是毕竟我爸妈对你们家不熟悉，对你也不够熟悉，是吧？你突然找他借钱，我觉得我确实不好意思去开口。行吧，你说你没钱是不是？你说你没钱，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的银行卡有几张我知道吗？你的密码是什么我知道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每次我有时候问他你的密码呢，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全家都用一个密码，告诉你不太方便吧。你说这种借口谁会信啊？确实，我们家用了一个密码，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做一个密码是多少嘛？其实密码不重要，但是他这种还不重要啊？做法感觉好像很奇怪，我觉得还要主动别人那个去找别人要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自然都会给你说，而且我们以后成家以后都不就自己有一个卡的，自己有密码吗？对不对？你还说成家？我们现在连证都没领，我们成什么家？我们有什么成家？我每次问你，我说我们什么时候领证？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哎呀，这个随便吧，看你吧。好吧，我就说行，你这么不主动，那我来吧。反正结婚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就说那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吧。然后我给他妈打电话，你猜他妈说什么？怎么说？他说，哎，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什么时候领证？还结不结了？不领证就算了，反正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和讲究。不，这话有点气人哦。对呀，他们家本来就看不上我们家。不，你们家是什么家嘛？方便说吗？也不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事儿吧，就爸妈也很操心。而且我有次去他们家，感觉很奇怪，他们爸问的一些话是，太现实，我觉得问的太现实。他爸妈又怎么跟你对话了？他就说那个以后两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吧？也该结婚了，问一下你的房子准备好了吗？那车子那样子，我听的那个，我感觉那个大人应该关心我们之间的感情的事，老是问这个事，我觉得就感觉不舒服，是这样的。他问这个很正常啊，我觉得父母为女儿考虑到这一点是很正常的。而且你知道你妈问我什么吗？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就问我，哎，你们家是做什么的呀？你爸是做什么的？你妈是干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爸只是一个工人，然后我说我妈就在家照顾我们，就是家庭主妇嘛。然后他妈听到了，就说，行吧，那我进去做饭了，转身就进了厨房。是啊，中午了，他做饭很正常啊，你想多了。我不要为你妈找借口好吗？你想你去我家里是吧？
爸妈关心你，问一下基本情况，我觉得作为长辈小吴，正常的事儿。公平起见哈，公平起见，刚才我们都知道了小袁他们爸爸妈妈的这个基本情况哈。只要不涉及到隐私，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父母亲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爸就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吧。是一般员工还是公司领导？一个管理吧，也没有什么。中层干部。对。好，母亲呢？母亲就以前做一些饮食这块的嘛，就小老板嘛，一个小老板。那应该说家庭经济条件还算不错，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实话实说。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因为你父母亲。我父母亲的话，其实也还好了，他也是尊重我的意思吧。那到底我觉得好像似乎两边都没有问题啊。可是为什么一旦切入到父母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们彼此都有怨气呢？我真的就是觉得他不重视我，他们家不重视我。为什么不重视人家姑娘？我觉得没有不重视，如果他不重视的话，他没有必要给我买什么婚房或者是这一块，对不对？好。可是，在小袁这儿看来，他明显都感觉到不被重视了，对吧？而且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变化太大了。在哪里？他以前对我很好的，从来不吼我，可是到了现在，因为从那个成都到了重庆，然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嘛，因为我之前其实找了工作，然后找的其实不太理想，我就后来就不想找了，然后后来我就在家一直在家给他做家务、煮饭、洗衣服，因为他的那个平时作息太不。有时候真的让人太受不了了，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就说我唠叨，他说我每天上班下班那么累，你还每天跟我唠叨，你唠叨给谁看啊？我就这样，你看不惯就算了。就这样，经常这样跟我说。他要打我，我就吼他一句，他要打我。怎么打？打了吗？没有打脸，我就这样推了他一下，他就说我打他。他平时也是像今天台上这么不善言辞吗？还好吧，就是我跟他感情好的时候，他挺多话的，然后生气的话就有点暴躁。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总感觉他在有些问题上，在舞台上是欲言又止，或者给我感觉有些遮遮掩掩，是不是这样？对啊，所以我才想过来问他为什么要推迟领证结婚呢？是坦诚一些，小吴哈，否则我们这个节目也就失去了你来的这个意义。刚才也说了，发生了几个小小的问题，所以在考虑，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大事儿，希望你能够，多说一些你的想法，让我了解一下，对吧？了解你的想法以后，我才会，说出我的想法，对吧？这样的。没有，而且他一直在说他的想法，他一直有说，他从没有隐瞒。你到底为什么推迟？比如说好了，他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他以前我觉得非常优秀。非常优秀，而且成绩很好，学历挺高的，人也很好看，但是我很崇拜他。他在读书的时候的话，当他第一年的时候就考过了4级的英语，毕业的时候也考过6级了，而且基本上每年都会得奖学金。所以我很崇拜他。但后来他从成都到重庆以后变了，最开始去找工作，但遇到一些工作不满意，他后来他就不找了，干脆的就在家里待着，然后可能做一些家务事吧。对家务事我觉得也没有关系。然后每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就看他在看那个什么韩剧，下班以后回来还在看韩剧，什么《太阳后裔》呀，什么这个《青春无限》这样的之类的一些，我也不喜欢看这些东西哈。是这样的。你就说我是不上进了，是不是嘛？我以前我为什么要上进？我当时就想，在学校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努力。我觉得你不上进。我是说，你不要太斤斤计较，要相互理解。你希望的你的老婆，未来老婆是什么样子？因为你的确说过她不上进了。从我内心来说的话，我觉得当今女性的话，有工作更好，对自己更充实，对吧？她能够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并不代表她能够挣多少钱哈，没这么想。然后我还有就是说，她不要一天就说我下班回来就能够责怪我、埋怨我，对吧？如果你有自己的工作，你就不可能天天来责怪我、来埋怨我了，有自己的世界了，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不找工作的原因啊，我之前说了，我说我在那个重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小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找工作你是真的找不到好的工作，还是呢不想工作？我不是不想。重庆这么大，你说重庆找不到工作？因为之前就找的工作有的地方。那你来上海找好了。可他又不在上海，而且我准备考研。所以我就想，后来我如果要在重庆跟他生活在一起，我肯定要找一个在重庆这边适合我的专业呀。你学的什么专业？我之前学的是测绘工程。
重庆大学没有吗？后来我不想读那个测绘了，我想换个专业。对对，我就是想换个专业。啊。那这样我简单的说一下我的感受哈。网恋无可厚非啊，这也是一种交往方式和途径。但是呢，他们互相的埋怨指责，比方说像过了好多年的那种老夫老妻之间的互相的已经麻木了，你都没改过，我也没有改过等等这样的谴责。再加上过去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非常实质性的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又突然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况，你们俩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考，也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现在甚至连感情是否还要继续都出了状况。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嘉宾怎么看，希望也能够帮到你们减压面对面，听听看4位嘉宾的意见。我听到现在，我其实有个特别强的感觉，是男生特别防着女生，女生他们呢又特别想要男生家的东西。我在刚才女生说话的时候，有好几句话，你说他家境比较好一点嘛，这句话至少重复了3次以上。他第一次是我就要8万块钱的彩礼，本来我们是要10万的，我们家就要8万彩礼，是因为他们家境比较好一点嘛。第二次是我们要摆酒席，哎呀无所谓，我们家那其实酒席也不贵，那可是他们家家境好一点嘛，所以我们只是要一个不贵的酒席。然后第3次你说你妈妈鼓鼓头需要借钱，因为他们家家境好一点嘛，他们应该借钱给我。你所有的口头禅都是他们家境好一点。我是想，当你不停的说他们家家境好一点的时候，其实等同于你直接跟他讲说，哎，你给我钱哦。而对于他来讲，他们家肯定防得更厉害了。所以我在想，姑娘，你到底是看中他这个人，还是看中他的钱？如果我们是他的父母的话，或者他们家亲戚的话，我们会认为你们家是看上我们家钱的，所以房本我不会给你写名字，也不需要你还贷款，因为还贷款其中还有50%还要给你呢。所以我通通不愿意给你，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是把心用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而第二个，你给我的感受，明明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第1年考了4级，毕业考了6级，然后还是年年拿奖学金，真的算是一个特别努力用功的学霸级的人物。但是到现在毕业了，你的同学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假设现在没有人养你，你家里边没有钱给你，你靠什么吃？你是不是还是得工作？所以你不愿意去工作，你不愿意为你自己的生活付出劳力，这是你懒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第2点。那结合到刚才那个前面，所以他的家人会处处提防你，所以他妈妈不希望他结婚，所以他要不出他们家的8万块钱彩礼，是因为他们现在瞧不上你。但是回过头来，女孩，你真的愿意嫁给一个瞧不上你的那个家庭吗？你们的感情并不牢靠，既然不牢靠，就不要谈结婚。爱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还是外在的面子、其他的东西？你回答我啊！爱。你又在骗我了，你在做相反的事情嘛？我觉得更多是，如果你们爱为中心，你们是应该2个人是这样，像作战中心一样，2个合为一，去面对父母，去安抚父母的心情。这个父母说要彩礼，他不愿意给，你就跟父母讲说，哦，你放心好了，他会爱我，彩礼不重要。你应该是缓和的作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而不是说你一定要给。我现在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他爱我了。他如果不爱你的 ，OK， 我经常讲逆商嘛，抗挫折，不要问为什么，不要说你为什么不爱我，这种就是逆商低，到最后就分了。逆商高的是，哦，你不爱我 ，OK， 好，我想想看，我要怎么想办法让他爱我，让他更爱我。当你问问题，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如何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办法了。你去改变，但同样你也是啊。他说的一句话，注意啊，我讲的话分开来讲会有矛盾 ，OK， 但是我的目标一致。你呢，应该为了爱，不要彩礼；你呢，应该为了爱，就是给彩礼。我说小石，你讲话怎么那么矛盾？到底是啊？我告诉你，我的原则很简单。爱从自己做起，就这么简单。我觉得这女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要批评你。如果这个男孩现在他有很多钱，他月收入非常非常的多，月收入10万8万，就别说10万8万了，他就3万5万吧。
如果你问他要8万块钱的彩礼钱，他不给你，我们肯定要批评他。但问题是，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的所有的任何一分钱都要跟他的爸妈去要。你想想，人家的爸妈拿了70万，已经给你们购置了婚房，你一点都不知道感谢。当这个父母给你买了婚房之后，你所有的全是抱怨，说我将来还要还房贷，为什么他不能给我再多一点？为什么他不能给我办酒席，不能给我彩礼钱？你从来没有一句说我要谢谢对方的父母。所以我特别相信，人他爸妈越来越不待见你，他会觉得这个女孩心里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当然，在这个现场上，我觉得今天这期题特别的现实啊，让我联想到我5月份看的一个最新的婚恋调查报告。那个调查报告说，现在男生女生找对象嘛，都有几条标准。这女生现在最注重的男生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你的教养。你这个男生有没有气质，有没有教养，有没有良好的习惯，反而是女孩子特别注重的一点。但是男生最注重的女生的是什么呢？特质是这个女孩的经济收入够不够独立。如果在女孩在经济收入上各方面生活条件上更加优越的话，会成为男性更愿意选择的伴侣。所以你看，你的男朋友现在在点头，你知道你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了吗？你天天在自己家里待着，然后每天说我好辛苦啊，我早上天亮了就要起来买菜，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不能够为你们将来的生活升值。我特别相信这姑娘，你是有能力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不迈出家门，不让自己在经济上独立起来的话，我估计将来就算你结了婚，在婆家也不会有特别独立的，甚至是受尊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应该从今天开始调整一下，不要把自己变得那么的自私，盯着对方父母的钱，好好想想2个人该怎么一块挣钱，这也其实才能把日子过得长久。你看在场上呢，你很急，是吧？我性子比较急躁。他呢，显得超乎寻常的冷静，就一个特想结，一个爱结不结。你说要礼金是吧？礼金这个东西是某个地方的习俗，或者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俗，而且这种习俗是由古至今的。但由古至今以来，也说在没有给礼金，在没有八抬大轿之前，好像不应该住在一起吧？你都住一起了，你还想要礼金啊？你爱结不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呀，上赶着不是买卖，你老是想嫁，然后又搂不住自己的范儿。你现在要是没跟他住在一起，你还是2014年之前，在他面前是亭亭玉立的一个有朝气的、矜持的一个姑娘，你看他会不会不愿结？你是自贬身价，你自己把自己给踩低了。我很想嫁给你，我很想图你点什么，你们家条件好，所以应该帮帮咱家。你们家条件好，所以我也不用那么着急去找工作，我可以坐享其成的当少奶奶，然后结婚之后房产证上写上我的名字，家里收着礼金，啊，多体面啊！那请你搂住你的范儿啊，请你保持你的矜持啊，请你独立啊，请你有一份好工作啊，请你去考研啊，你自己不增长价值，在自贬价值，你还想对方怎么尊重你呢？是这样的吧？我这话说的有点不好听，那有点这个心理没有？当你妈跟他说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要扯证就扯证，不扯证就拉倒。其实这种话语的背后，除了有对于孩子、对于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要老妈来出钱买房子，以及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有点作之外，更多的言下之意是有这样的意思。
你要嫁就嫁呗，提那么多要求，我都买了一套婚房了，老骨头都拿出一把来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所以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还是要谈到尊重的这个话题。但既然要谈到尊重，互相尊重之前，还是要说到自重，自己尊重自己。女生要自己尊重自己的学历，出去找份好工作，不枉费读了一番大学。自己尊重自己的家庭，我穷我有志气，我干嘛要起着范儿让别人来借钱给我妈治病啊？不借拉倒。那我找谁借啊？你就只能借吗？你不能银行贷款，不能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吗？人家已经不愿借了，你还要死乞白赖的去借吗？你有志气吗？自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只有自重了，别人才会尊重你，否则的话，只能让自己的家人跟着自己一起丢脸。你今天整个表态下来就是在倒钱，你不借5万块钱给我妈治病，你不给我8万块钱礼金，你房产纸上不写上我的名字。如果我是你，我早就走了。你看不上我，你跟我在一起干什么？我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是离开你，我暂时会很痛苦，但难道我就没有明天吗？你有点志气行不行？还有你，如果真的要跟别人结婚，要交心，我不是说一定要把密码告诉别人，别太防着，知道吧？你也没多少钱，老是防着别人干什么？所以说自重，然后互相尊重，只有挺起了腰杆了，彼此不那么防着对方，才能交心。你说呢？其实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这个角度下，你们是不适合结婚，至少还得等个1年半载，互相了解，幸福生活从明天开始。啊，我们不是指望着你们俩不好，我们是希望你们各自都好。好，来，请去密室。同样的小姑娘，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珍惜，其实我今天来这里，我心里其实大概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我就是想在这里求证一下。然后我觉得你可能都不太成熟吧，然后还没有能力为家庭做出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有很多年的感情，但是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适不适合在一起。我觉得我尊重他的想法吧，因为可能我们之间也有很多误会，或者是不够成熟，我自己肯定也有很多问题哈，一言难尽吧。好，让我们回到现场100位观众这里，大家如果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的话，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大家要是认为他们不合适在一块儿，那请按反对键。3、2、1，请按键。现场只有28%的观众表示还是支持你们在一起。待会儿会为你升起选择柱，面对选择柱，你有2个选择：第一，放弃这段感情，转身离开；或许还要继续争取和你的男朋友在一起，那就摁一下这个红色按钮，密室门会打开，他也有2个选择：留在密室里或走出来和你继续牵手。来，接下来请为小二升起选择柱。请选择，请选择。我们的爱走的其实这个结果很伤心，6年的感情就这样没了，
真很牵挂。下面我希望能够再下沟通一下，好好的改变自己的一些缺点吧。